争请出这对情侣。男主人公冷格25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位画家，学历本科，年收入2000。女主人公舒君23岁，来自吉林，公司前台，学历本科，年收入5万。来，有请两位。冷格是画什么画的？风景、植物、人物都有啊哈，也是我个人爱好，但我没有学过专业的。可是这个上面写的是说你是一个职业画家。我只是一个画画的，并不说明我是一个画家。靠什么为生呢？卖画，我父母也会给我一部分，然后我女朋友也会给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你给他钱？对。其实我的1个月收入并不高，但是我爸妈给我零花钱，然后我去给他。那其实说白了就是无业，爱好绘画，算是吧。就是哈。对，就是。那女孩子好像会付出很多，很辛苦，跟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很辛苦。喜欢这个小伙子什么？很帅啊，他的那个画其实让我特别着迷。你喜欢他的画画？对。冷哥，我看过你的资料哈，说你大学里面学的是工商管理是吧？行政管理。行政管理，应该按理说可以找一个工作，为什么不去工作？因为这些都只是我爸妈的意愿，他们认为我应该去找份稳定的收入就足够了，但那不是我要的生活。我也没有说反对他画画，我觉得他如果说画画作为爱好来讲的话，那 OK 可以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嘛。但是如果说2年之前你这个样子，2年之后你还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就要考虑一下我今后该怎么办了。不能说让我爸妈去养着我们2个人吧。你们认为我除了画以外，我还有第2个一技之长吗？我这样的人除了画画以外还能干什么？你说一样就可以。那我想问你啊，冷哥，你想把你的什么当成你的收入呢？这一点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这不重要啊！我觉得别急。在小片里说今年3月份订的婚，对，准备7月份要结婚是吧？对，7月初。分手是因为你们结婚前你去了趟新疆是吧？对。去新疆干嘛去了？我去画画去了，因为当时我突然感觉那儿有我所要追寻的东西，换句话说是灵感，我画的灵感来了。什么东西？白掌，之前说这种植物，当初我并不知道北京也有这样的植物啊，但是我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北京也有这样的植物。北京也有，那您干嘛非去新疆画？因为当时我不知道啊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去了。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的压力挺大，因为找不到他人，然后我就去他家问他妈妈，他妈妈一直认为冷格他在我家，可是我觉得我特别委屈，冷格根本就没有在我家。如果说到7月份了，结婚当天了，你不出现，那我和谁结婚呢？好问题哈。你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跟他打个招呼，说我要去新疆写生？我怕他不会认同和理解我的这种想法，所以说我也没有和他打过招呼就去了。你一去了多久？1个多月？3个月左右吧。哦，你就一直找他？对。你什么时候知道他去新疆的呢？他回来之后，然后他去电话就打我电话说我回来了，怎样。这时候我知道他去新疆了。那你找他找了多久啊，姑娘？我将近找他得找了2个月。工作呢？我工作就扔在旁边了。然后我老板就说：“那你现在没有心情说工作的话，那你就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吧。”那是不是你老板已经给你开了呀？其实差不多，一直到现在，然后我也没回去。你还想结婚吗？想。拿什么结呢？你觉得这个钱很重要吗？我不觉得重要啊，但是我得靠什么生活呢？谁给我钱呢？我就觉得冷格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所以就是说我想，再考虑考虑吧。如果我不负责任的话，你要负责任的话，你干嘛把我丢到北京？你自己一个人去新疆？我还不是怕你不理解我吗？难道我还不够理解你吗？你家里人什么意见？我家里人，我属于那种独生子女，然后我妈妈，她即使不同意，但是我想怎样就怎样的那种。你家里人对这姑娘什么意思？我爸妈对她其实是挺满意的啊，是个挺好的姑娘。哥我也挺满意的，供咱生活嘛，对吧？冷哥，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假如说你在新疆画不完这几幅画，那你还回来和我结婚吗？我其实还是对我挺有自信的，不然的话我也不会今天站在这儿了。那如果说我和你这几幅画来比，谁更重要呢？画和你都重要。
什么时候开始迷恋绘画的？小学。为什么没有考专业院校啊？我觉得专业这个东西会玷污绘画最初有的东西。这我没懂，你再说一遍，我这不知。我是说，专业和业余对于画的感觉和看法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不认同专业的东西的一切。那你认同的是？我只认同我的看法。那你心里的大师是？梵高。你是要老婆呢，还是要绘画呀？熊掌鱼翅我都要兼得。你要兼得是吧？我觉得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。因为最起码就是说，你管我同不同意你去新疆也好，至少你得给我打个电话吧，不能让我说担心你这1-2个月吧。那我不是回来了吗？你要是没回来呢？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你要是没回来呢？那我去哪里找你？你连朋友也不联系。你说的这不都是假如吗？你有考虑过我吗？你想让我去养你一辈子吗？总会有办法的。我觉得你2年之前就说过这句话，2年之后你在这个舞台上还说同样的话，可是你却一点都没有改变。冷哥是不是觉得他特不理解你？是。我看看下面的专家老师里面有没有理解你的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真心丘比特问卷。王老师，这个要是您儿子，您会怎么办啊？首先，我不会有这个儿子啊，我不会有这样儿子，我绝对不会说让孩子没有工作。一个人啊，成年以后他要脱离父母，你要用你自己的双手，用你的智慧去挣来。首先挣来供你自己吃喝，实际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我刚才听了这个之后啊，我觉得冷哥你没有打招呼就走，真的是不对，太不尊重人了。思考一下，就是如果说苏军3个月电话关机，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我觉得他肯定有他认为他重要的事儿，我会等的。你不担心吗？他如果是需要我担心的话，他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。我对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我想问淑君一个问题啊，其实很多女孩子对有艺术范儿的男人都很痴迷。对。所以我想问你，就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比如说你想嫁给冷哥，究竟是因为他是一个画家，还是因为你有信心和他会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？这个问题我有想过，当时我觉得我可以去改变这个人，但我并不是否认你画画，你可以去画画，但是你另外还要找一份工作。我认为我可以在2年时间内去改变你，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。现在除了绘画这个才能之外，他作为老公或作为你未来孩子的父亲，他是不是够格的？其实说真的，冷哥这个人确实不错。他挺善良的，说实话，他真的挺善良的，而且他很会照顾人。但是有的时候我就猜不到他在想什么。有的时候他会这样，就是说突然间半夜了，然后起来就出去了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，然后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也问过他，我说你干嘛去了？他说我灵感来了，然后他去画人了，特别的痴迷。也许任何一位画家在成名之前，他都是饥寒交迫的。他都是不注重金钱的，恰恰是因为他看惯了人世间的冷暖，所以他把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，把他对于爱情的了解，全都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。这样的作品才是富有深刻意义的。那么冷哥，我想问问你，你的作品当中，我都能看到什么呢？另外，我还想跟女嘉宾说，可能现在很多男孩子像这种年纪的时候，可能还每天在玩电游，或者是干一些别的无所事事的东西，玩物丧志的东西。但是他不，他有炙热的追求。他吃，是不是也是你所喜欢的？恰恰是因为他的这种特别吸引了你，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吸引你，所以导致了你纵容。一个永远寄生于他人、不劳而获的人，永远创造不出一幅伟大的作品，这是肯定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像你男朋友冷哥这样的人，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转变他，我相信他可以成为一名很好的绘画者。但是如果你一再的像他的家人这样纵容他下去，就像他今天说出那么令人荒谬的话，钱有什么用？我要钱干什么？老婆会给我，家人会给我。你要是饿他个3天2夜，我看他这样说话，奄奄一息坐那儿，但是画笔都提不起来，你拿什么创作？当你饿得连画笔都拿不起来的时候，你创作什么？你用你的血去创作吗？我可以，
只要我认为对的，我连命都可以不要。是，你是可以命都不要，但是我问你，当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你饿得没有力气提起画笔的时候，你怎么创作出给我们来欣赏的作品？我创作的东西只会为我自己欣赏，不会为任何人欣赏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的心目当中只有你自己。你的绘画也不需要你爱的人来欣赏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值得我欣赏。那你干嘛还要找女朋友呢？你这是谬论，懂吗？我怎么是谬论呢？哎，你又不重视人家，你不重视别人的感受，你要把别人拖在自己身边一起生活，这何必呢？重视与不重视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也许你重视他什么？你的认为是重视就是对的。那我问你，你认为你的方式怎么样才叫重视？你告诉我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是为了生活所迫，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那样的话，我可以卖器官，我也不会让他喝西北风。满意了吗？答案？你就是会卖器官。我是说过去最近这一年，你有为你的女朋友做过什么事情吗？我送过她一个手链，仅此而已。关于她的生活有没有？关于她的生活，不说了，踏浪旁观者清。我想先欣赏一下冷格的画，好吧？来，好看吧？啊，这个艺术水平怎么样？一般吧。介绍两位这个专家给大家哈，这是天津市的双十佳画家陶学士先生，欢迎陶先生哈。还有新世纪画廊的经理朱国慧先生，欢迎朱先生哈。陶老师，点评一下这个画作哈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这张画画了多长时间先？画了有20多天吧。20多天，你这是临摹的还是写生的？临摹。临摹的。这就是我在别人家的他的一个植物，我不是一个植物，我照他的临摹的。啊，照他临。你的这个画的光是从哪里来吗？您的意思是？一个物体的一个绘画那个色彩，它是讲究出光线的。你画的静物，它总是有个光源嘛，对吧？您先不要拿您的专业术语说我这幅画，您先能回答我，您从这幅画看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吗？很平常。完了吗？很平常，很商业。因为您根本就不了解画，上来就提钱，闭嘴还是钱。我刚才已经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这幅画第一感觉您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你不爱它，你这张画面，你旁边那个画布，你干嘛把它那个就是很多你画的地方都把它包了，还有一个你的画面那个色彩都挤压了。您不了解我的画，您就不要随便乱说话，可以吗？这幅画在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在努力绽放它的美丽的一生。啊，那我跟你讲专业是没用的。陶老师，算了，那个商业一下，毕竟咱还要养家糊口哈。这画收吗？朱经理，右手这张画不要谈钱，根本还这个不能谈钱。这张画不能谈钱。对，左手这张画不要高于60块钱。如果你100块钱收来的，那老板是坑你的。他们在你眼里是大师，在我眼里就是一堆狗屎。啊，很简单。这是你自己的想法是吧？来，拿走吧，这个画啊。一个艺术家允许他有气质哈。今天女方的表姐来了是吧？您怎么看呀？大家也看到，这么一个没有责任心、没有责任感的人，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，他怎么能给淑君一个幸福呢？所以家里一直在反对这件事情。冷哥的表哥来了哈。其实这个孩子其实挺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朴实真实，给人一个踏实的一个年轻的孩子。前面我都特认可，你知道吗？朴实真实我特认可。对，踏实没看出来。最起码这个孩子在他这个年龄段里，他不浮躁。那他离家出走，不打声招呼，这算是什么呢？不是这个。那个表姐，你听我说一句话。其实你们不知道我表弟这个性格的问题，我给你们陈述一下。然后刚才老师说我表弟的一些看法，我很想过去跟老师争论一番。为什么你们这样批评我的表弟呢？你们的家人有这样的一个孩子，或者有这样的想法，那是你们的看法。我们把他当作如日之宝。老师，两位专家，您可以把他不当千里马。
那么有欣赏他的伯乐呀。我表弟的画挺好，我告诉在座的各位，一个男孩子，他有自己的追求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。可是他现在要结婚，要生活，今后的路怎么走？不是，咱不有家人吗？家人，咱家人干什么的？孩子不行的时候，咱家人就得扶持。那他自己的责任，对吧？这个不用说了，这个堂哥这么一说，我们就理解。刚才那个老师也说了啊，说什么啃老族啊，这个是。不是什么啃老族，是我特别反对这个观念。你说我们挣了钱了，我们有能力现在挣钱，我们这个钱挣出来，孩子不给孩子花，给谁花呢？对，不可能老人自己一辈子抱进棺材吧？那他自己有没有责任感？自己有没有责任感？他还小，谁没有小的时候呢？不争论了啊，对不对？行，冷哥都鼓掌了是吧？爹妈就是要挣钱给咱花的啊，他们挣来钱不给咱花，给谁花呀？对不对？冷哥可以选择他自己的这种性格，他可以去特立独行，这都没问题。其实他也没影响到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干嘛去跟冷哥较那么大的劲呢？但是有一点，淑君你要考虑，因为这个男人是要跟你实实在在生活的，他的这个现状是不是你能接受的？来，黄金60秒。虽然我现在没车、没房，也没有钱，甚至连钻戒都没有，但是我永远爱你。等到有一天你老了走不动了，我会充当你的拐杖。当你老了，牙都掉光了，吃不了东西的时候，我会嚼碎了喂给你吃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爱你。冷哥，我认识你2年，你2年之前什么样子，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依然是什么样子，并不是说我没有给你时间，我给你了时间，是你自己不争取。我希望不管今天结果是怎样，我都希望你以后能找一份安安定定的工作。2位请回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各位，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给一个态度：订婚还是分手？请选择。好，85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应该分开，觉得现在的一个状态好像不太适合。当然，这都是我们外人的一些想法了。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考量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